号称全球排名第一的普华永道，年年为恒大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助长恒大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目前监管部门正在调查普华永道在恒大审计中所起的作用，此举加大了这家全球会计巨头面临的压力。香港会计研究公司 GMT Research Ltd 的分析师奈吉尔表示，普华永道在恒大欺诈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他对不当收入确认的知情程度。据相关信息，在恒大超2万亿债务暴雷之前3个月，普华永道还为他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在此之前，普华永道已经连续14年为恒大审计背书，给恒大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现在监管部门已经查出恒大地产在2019年、2020年年报中被控虚增收入5641亿元，直接打了普华永道的脸。公开可查的资料显示，普华永道每年从恒大拿走的审计费是4000万加，大家可以算出普华永道14年拿走了多少钱。什么他妈的叫惊喜？什么？普华永道审计恒大的问题，大家看了不少热闹，大家都谴责普华永道，但没有一个人问，在普华永道对恒大审计失败的责任人是谁？普华永道审计恒大失败的最终责任人是赵百基。赵百基现在担任普华永道亚太区和中国区主席、首席合伙人和首席执行官。分时间段而言，2005至2013，赵百基担任普华永道审计业务线一把手，恒大是赵百基接的客户。2014至今，赵百基担任普华永道一把手。恒大财务造假行为如此严重，普华永道10多年审计视而不见，普华永道被视同参与造假。普华永道如此有历史、有经验的事务所，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赵百基是如何把普华永道带入恒大这个火坑的？总结，我们近距离的观察和经验，提出缘由如下，值得每家会计师事务所和监管部门的反思。赵百基的一句口号是：我领导的普华永道的 EPEP 权益合伙人收入在历史上最高，在4大中最高。赵百基每年从普华永道获取的薪酬收入是5000万港币。注意，他还通过税务安排，实际个人所得税低到 7.5% 以下。在追求合伙人高收入的奋斗拼搏中，恒大就是个很好的客户了。在2014年，普华永道上一代领导合伙人提出质询，要辞退恒大，但被赵百基给拦回去了。他说，在大陆卖房子像卖蛋糕一样快，普华永道要用好的服务跟上客户的步伐。在普华永道有个著名的赵百基核心圈 Inner Circle， 内部叫2亿俱乐部，就是不到10个人，每年从普华永道分走2个亿。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和他的小帮派一旦以分钱为最高目标，走到恒大的火坑就不奇怪了。普华永道虽是一个品牌，但在中国是由普华、永道和安达信3家合并组成。众所周知，在普华永道有300块钱，安达信的人分130块，老普华的人分90块，老永道的人分80块。赵百基为安达信出身的合伙人，他将安达信的亲信安排为内部质量管理主管合伙人，几乎所有普华永道的审计质量管理岗位均由安达信的合伙人控制，而且还留用安达信的退休合伙人。有位安达信出身的黄姓女合伙人，快70岁了，还是普华永道审计质量顾问，天天在太子大厦上班。然后赵百基以审计项目质量为由，打压反对他的人。对房地产审计项目很有经验的一个合伙人是郭志平，前房地产行业审计主管合伙人，原来是老普华系的。他反对安达信合伙人的激进做法，结果遭到赵百基的打压，退休前工资减半，后不幸患了癌症。还有一位反对为恒大出审计报告的合伙人，是普华永道南区审计负责合伙人，叫吴伟伦。
他被赵百基、孙宝元、蔡楚清联手拿下。南区审计负责合伙人由安达信的人接替。普华永道国际网络会定期对其成员所的审计质量进行检查。赵百基通过聘用已经退休的资深美国普华永道合伙人，给予高薪作为中国所和香港所的说客，掩盖普华永道中国所的实际审计质量情况。这些在国际上担任过国际网络审计质量检查领导岗位的退休人士，拿了普华永道中国的钱，就整天说普华永道中国的审计质量好。但事实上，美国监管机构 PCAP 后来检查阿里巴巴的审计工作底稿时，一位参与其中的普华永道的国际质量监督合伙人说，没有想到普华永道中国的审计质量水平腐烂到如此糟糕。普华永道是审计行业的领头羊，但有一个不为外界认识的领头羊作用是，赵百基等普华永道合伙人以审计工作底稿在中国大陆是国家机密这样的理由，拒绝香港和美国监管机构的检查。事实上，他们是为了保全自己分钱的基础，一方面能挣大钱，但另一方面审计工作质量又不需要被检查。真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中美资本市场的不信任。普华永道以中国，包括香港、澳大利亚、东南亚，包括新加坡3大市场为主，形成亚太地区管理层。过去近10年，赵百基担任普华永道亚太区主席，但是在赵百基所提倡的 EPEP 权益和伙人收入最高的管理理念下，亚太地区管理不到位。除普华永道中国外，另一场灾难是普华永道澳大利亚发生了严重的违法行为。因为普华永道多名合伙人泄露澳大利亚政府机密，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全面解除了与普华永道澳大利亚所的合作，终止所有合同，并开始对普华永道执行调查。后来，普华永道国际网络介入对普华永道澳大利亚的调查，停止了赵百基的亚太区主席一职。普华永道澳大利亚开除了37名合伙人和近500名员工，历史上没有过的举措。赵百基因为承担亚太区管理责任，现在无法进入澳大利亚，否则会面临被澳大利亚政府扣留调查的风险。目前来看，普华永道亚太区的管理是全面瘫痪的。普华永道在中国接受财政部的调查，在香港面对恒大清盘人的起诉，这是普华永道必须面对的。但同时，普华永道必须拿出勇气，如同普华永道在澳大利亚一样，聘请独立专家对普华永道在治理、文化和问责制方面做出独立调查，并向社会公众公开调查报告的内容。普华永道是为公众利益而存在的，建立社会诚信是其最重要的责任。如果不能开展独立调查，那是欠这个市场一个交代。这也是普华永道为自己挽回市场信心的唯一做法。好啦，小伙伴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